来吃个上海现在最火爆的坂田川菜，看看到底怎么样。价格就这么。什么坂田川菜啊？看看咋样。这附近在盖房子，就在这儿了啊。菜单在这儿，价格来说还行，有贵的有便宜的。坂田川菜，哇，这还有螃蟹，有些特别贵的菜，也有便宜的菜。我就点便宜的菜。要来吃记得预约啊，他这只做预约，但他这里还是比较好的，预约也不收押金，也不存在什么出来的退钱。来之前问了一下，老板跟厨师都是重庆的，老板四川口音也挺重的，应该不是外地人炒川菜。反正以网红店来说，价格还行吧，今天220块。26，这一些都是刚弄的。反正在上海吃这些就是全国各地的菜，最基础就是先打个电话问一下老板和服务员，还有炒菜的是不是本地人。一般来说，炒菜的是本地人正常，整个店都是本地人，那就比较正宗了。反正我吃过味道还行的店，正宗一点的，基本都是这种配置，不会只是厨师是本地人。这个店好像我听口音，服务员啥的都是重庆的，用这个公式推还是正宗的。但这只是过第一关啊，第一关不代表所有，就好比一个东西没腥味，不代表它有香味。所以很多人就是比较片面，他没有观察的思维。川菜这东西在外地很难做好。我目前在我记忆中，好像上海没有我们认可的川菜了，但国外居然有，可能是因为国外价格比较高吧，而且人到了国外还是想吃一口老家的味道，反而会激发自己的潜能了。国外的川菜也不是说每个菜都能炒得好，某几个川菜能炒得好。感觉他这个也算炒大食堂的饭了吧，一锅可以炒好几份，起码3-4份吧。只是我感觉这样的辣椒炒肉的样子长得比较像江西菜吧。有没有重庆的小伙伴？你见过这样的江湖菜吗？确实，一次炒了4份，那其实他这个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。当然，肯定不是预制菜。炒掉了，烧焦鸡蛋掉了。炒鸡蛋，好，谢了啊。尝一尝烧焦鸡蛋，看着像烧焦酱弄的吧。所以辣辣的，就是太咸了，下饭还行。好的牛肉，五花脂吧，好像是，胸口油和五花脂尝一尝，味道不错，牛肉没抓粉，就不脆也，就不老也不嫩，口感刚好。缺点就太咸了，对吧？太咸了就是，其他没啥毛病。咸川菜了，这烧焦皮蛋都变成皮了，辣椒都吃不出来。然后皮蛋没味道，但是上面有酱的味道。烧焦皮蛋这道菜比较一般。腰干核桃，它这个汤汁太多了，油太多了。腰干核桃切的比较薄，然后刚断生的尝一尝，腰花没炒过，它这个还要再多炒一会儿，没熟，腥味还是有点大。猪肝好一点吧，这道菜又特别淡是吧？那个有咸，这个有淡。还有那个蘑菇木耳、白木耳，他是直接吃了一口这腰花，扔给我要丢回去。猪肝还行吧，腰花没炒熟，还要多炒个2秒。汤是吧？白木耳，我感
感觉这个忘记放盐了，其他两个超咸。木耳还行吧，爱吃花黄的。这你要说是江湖菜的话，就这个比较像江湖菜，那个不像江湖菜，有点像模仿湖南菜。想了下，应该是江西菜，不是湖南菜。这是老鸭肚汤，尝一尝。反正就是一个正常的重庆人炒的江湖菜吧，不咋样。现在我先吃一会儿啊，吃一会儿再评价。哦，还有个菜没上呢，炒白菜，等会儿来评价。目前来是觉得一般，但是老板这些服务员全是重庆的，这没话说。这块鸭子看一下，鸭子有一点血味吧，但它鸭子做的技术挺好的，腥味没有，肉的口感一般，像鸡肉。妈妈不算汤，他说汤还可以，我尝一点。汤还可以，除了微微有点咸，其他没啥问题。好像它这鸭子不是，就是没啥腥味，我再尝一尝。它的鸭子汤做的还可以，就是上面为啥有层皮？哦，是鸭油。还可以，鸭子没吃出腥味来。看这个胸口，脆脆的，就跟吃潮汕黄牛火锅差不多。它这个店不是那种完全不会做太难吃的店，味道正常。它是一口都吃不了那个菜的，放来我们。对，我觉得不正常。我觉得就是汤还不错，汤挺好喝的，然后这个也还是挺香的，但确实是有点不像普通的。这个有点像模仿湖南江西的，就这个有点像江西的炒法。我觉得处理的一般，但是也没啥腥味，就是不够香，很一般。吃到后面这个也不算咸了，好像适应了这个盐度是吧？吃着一下不算咸。差不多吃完了，奶白菜没上不要了。我的评价不如费大厨。纸巾不错，德国的德宝。你说啥？我把这个汤喝了。好，你喝。他觉得汤还不错，我觉得也还可以，因为我没怪味。这个汤可能说不定放点酸萝卜之类的，因为喝点烧烧的酸。哦，可以，那你喝。价格就这个。你觉得味道咋样？我觉得，反正我进这个店的第一感受就是，我觉得这个店很会营销，然后那味道呢就还可以吧，没有就是想象中的感觉应该要怎么样。味道正常是吧？对。然后腰肝河炒，应该那个腰花再多炒个几秒钟就到位了。然后盐忘记放了，腰肝河炒可能。其他菜的盐度刚开始吃有点咸，吃习惯了还行。就一个正常的川菜，锅气倒是足的，但是感觉他厨师的技艺学的还不够精致，就炒的感觉不够老道那种。对，他那个辣椒切的就不好看呀。你正宗江西的切的辣椒比这个会好看很多。它这个的有点像江西菜，就是，就那一道菜像江西菜炒牛肉，其他倒是看着还是比较重庆菜的，还是江湖菜的。然后我觉得皮蛋很一般。皮蛋没味道呀。对，皮蛋很一般。烧焦又特别咸，而且太碎了，吃不到烧焦。对。